哎呀哎呀，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来吉林夜市。高雄其实有非常多的在地夜市，但我们发现呢，游客好像都只听过瑞丰啊，还有六合夜市啊。而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吉林夜市啊，它绝对是高雄在地人日常觅食的第一首选。大家还记得我们拍过热河夜市吗？它就跟吉林夜市组成一个黄金交叉，非常厉害。因为他们紧邻在高医大附近啊，所以吉林夜市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上面有非常多高 CP 值的美食啊。黄金交叉，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吃 ，Go！ Go！我刚刚经过吉林街的时候，发现这间生意超级无敌好，前面大概排了4、5组人吧，不夸张。我刚刚还在想说，小小的一个虾饼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不得了，有2个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刚刚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什么？第一个，它的虾子也太厚了吧！因为我今天点的这一份呢，叫做超厚月亮虾饼。哦，就这么直白就对了。而且它非常隐藏版呢，你知道吗？因为它是直接在菜单的一个小角落，这么小的字，人家一般的字都这么大，它的就是这么小，超厚月亮虾饼。你如果不走近看，你完全看不到这个品相，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要超厚一份。不好意思，我们有突发事件。什么事？虾子掉到我的裤子里面。它的虾饼好吃哎！超厚月亮虾饼啊，它比一般的月亮虾饼贵的一些，因为它一般是卖80块，我们这一份呢，今天是120块。一般的月亮虾饼啊，我们坊间吃到在夜市吃到的虾饼，通常里面都是泥，你只会看到微微的碎虾肉而已。但他们家的厚虾饼不是它是完整的一只炒虾在里面，好扯。它没有愧对它的名字。它真的超厚。刚刚点超厚的时候啊，老板还跟我们说可以点2种酱，因为它里面有原味胡椒跟泰式，还有梅酱。我们今天就点了梅酱跟胡椒。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到我刚刚讲的第2个厉害的地方了，它的酱有料。它的酱，我们现在只有倒出一点点哦，你们有看得到它的酱吗？它的酱里面有梅肉。它的酱里面是有梅肉的，很扯。刚刚许先生在关另外一包的时候啊，还跟我说，等一下我关不起来，因为梅肉卡在上面呐。没错，你看梅肉就是这样卡在上面。我觉得要给大家听那个酥脆度，你们听一下哈。有听到那个酥脆度吗？很好吃它那个肉，我们之前在泰式餐厅吃的月亮虾饼都还没有这个这么有料，因为它在咀嚼虾浆的过程中啊，还会一直咬到虾肉，一块又一块的虾肉 Q 弹的在你口中里面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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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胡椒我就已经觉得够好吃了。这个真的不错，虾浆里面的虾肉是非常的完整的，然后它的酱汁也是真材实料，用梅子做的。我觉得这个以夜市摊贩来讲非常难得，给一个推推。炸物还不油，这个真的是要给推，来都给我吃哦。在吉林夜市上面啊，还有一个隐藏版的食物，我是搜寻各大网站之后呢，才发现大家激推的起司饺。你的手好脏哦！真的，我刚刚为了剥，直接牺牲了我的中指它是在吉林街的，我觉得不像是主干道，它算是在比较偏偏的地方。旁边的巷子里面旁边的巷子，他们家的起司饺啊有非常多的口味，像我今天点的呢，就是我最喜欢的芋香跟原味。这个原味一撕开，哇，直接爆浆。而且原味的很弹吸这样子一份多少钱啊？你那手很好笑，不知道在干嘛。我正在思考它多少钱。好，我们直接上字幕给大家看就好，不要再想。好，有点像是把春卷拿去炸过，有点干pan，然后里面是浓浓的起司香味。我觉得不是它不像春卷，它就是一般的那种面衣，只是它的包法是比较那种平整的。我可以理解它为什么叫起司饺，因为它外面的那个皮啊，其实有一点点像是水饺皮，只是它的包法跟我们一般的水饺不一样。我们水饺是一大颗嘛，因为它为了要让那个起司均匀受热，所以它包成一个比较长方形扁平状的状况，所以它下去炸完之后，它整个起司就会融化在里面。所以你吃下去的话，你就会完整的吃到那个起司的浓醇度，还有那个砍细的感觉，再加上外面那个面衣酥炸的感觉，我觉得很赞。没错，你讲的完全正确。我刚一直在搜寻，它就是水饺皮，
水饺皮下去炸。啊，人家就是起司饺妹。他们家虽然有非常多的口味，可是网友好像击退的就是原味这个味道。然后我今天点的呢，是我最爱的芋香，这个芋香。芋香它吃起来，其实我觉得它跟原味的调味有点大同小异。因为我们今天点的是小份的，小份的它可以点一个原味的，再加一个芋香的，它可以挑2种口味啦。对，小份的可以挑2种口味。我自己吃完原味跟芋香之后呢，我好像比较喜欢原味，因为芋香它在里面芋头的味道没有非常突出，你反而都是吃到起司的香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好像更喜欢原味那种起司爆炸的味道。来这边点原味就对了，好不好？但是它5颗好像要50块，5颗50块，有一点点，我觉得小贵，大家斟酌啊，我觉得还不错，原味不错，原味起司好吃哦。金牌烤玉米，我们又来吃夜市的烤玉米了。这一家金牌烤玉米啊，绝对是吉林街上面大家激推的烤玉米。吉林街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吗？这一间的烤玉米，它最特别就是它是用猪油下去烤的，很缓美。我觉得它最特别的是它的速度超快。为什么我们刚刚一过去就好？它是已经刚好有一只烤好放在旁边在那边等我们，是不是？没有，它刚好有一只在上面转。我看到这一只，它刚好很孤寂的在那边转。这个我有一点点不行虽然说它速度很快，应该来讲是加分的，但是对我来讲，每次吃烤玉米，我就已经预想到我要等很久了，就它居然没让我等到。而且他们家的烤玉米也没有什么在给你啰嗦要加什么加什么，反正老板就是直接问你要辣吗？金牌烤玉米吃起来的感觉跟我以往知道的烤玉米风味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用猪油烤过。我必须先说，这个烤玉米的派系不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它的烤酱还不错，是属于比较咸派的。然后它的玉米本身应该是吹屑啊，叫罗雷夯它不是那种直接干烤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干烤的啦。它一只是70块吧，我记得。刚刚我们走到摊位上面的时候，它不像其他的可能有称啊，还是怎么样分大小，没有，它就统一都是一个价位的玉米价格。他们家的酱吃起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口味偏淡。我以往吃的烤玉米啊，它的酱应该是要搭在玉米上面，然后还会有一点粘牙齿，但他们家的不是。他们家的酱就是薄薄一层，我吃起来其实现在都是吃到玉米的味道。对，酱我反而没有吃到什么太大的风味。它的酱没有吃进去玉米里面的，但是这个就是一般烤玉米比较容易发生的状况。如果你不是那种从生的去烤到熟的话，这种烤玉米它比较难把酱完全吃进去啊。我个人喜欢吃的那种那种就很搞刚这个速度就很快，所以各有利弊，各有利弊。而且它除了酱之外，它上面有撒薄薄的一层花生粉。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像我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你就会觉得稍稍有点不够劲，烧不到痒处，烧不到我的痒处。但如果你是口味本来就比较清淡的朋友，你会很喜欢他们家的玉米，越吃越香，越吃越香。吃到最后一口，你也不会觉得哇好腻哦，不会。他们家的玉米就是清清淡淡，而且玉米吃起来是比较 Q 嫩的啦，比较我觉得玉米是比较 Q 嫩硬口的，没错。对，所以如果你喜欢跟我一样喜欢吃重口味软派的，他们家就不适合你。还不错，还行。咸记古早味春卷，我是觉得这一间不用拿手臂出来比啦，这一间又不是人家那个成功春卷。我跟你说，这一间也是来吉林夜市很多人激推的一个老店。我刚刚走到摊位上面看它的料真的非常的传统，一般的豆干高丽菜还有香肠片。他们家都有，什么创新的蛋酥或者是鸡肉，他们家通通都没有。我刚刚的第一印象我觉得它首先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老字号春卷店。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它的蔬菜应该是有稍微炒过的，不是一般那种清烫的，所以我想等一下吃起来味道应该会蛮重的。第三点，它的香肠有点少。
对，因为它的香肠是切成薄片，这个一条60块，先跟大家说60哦。但是有一个爽点，就是它的糖粉倒是撒蛮多的，它是会先撒一层糖，然后包在第一片春卷皮里面，再把剩下的料铺在第一片跟第二片春卷皮上面，所以它春卷皮是蛮厚的。最后包起来之后，再撒一层糖粉上去。因为我今天点的是正常糖啊，我前面好几个姐姐都是点半糖或微糖，只有我们点正常糖。春卷没有吃正常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春卷。里面的料真的非常的简单，高丽菜，然后豆芽菜、香肠片、豆干，大概就是这个啊，还有蛋。对，没错，蛋。我觉得整个配料起来啊，非常的传统，味道也非常的单纯。炒过的蔬菜啊，让它的整个春卷不会这么无聊，这么的 boring。我觉得它炒过的蔬菜呢，炒的味道没有特别多。我觉得比水煮的有味道一些，因为我们之前吃过有几家我们没有拍过的，有几家我觉得不好吃的，就是因为水煮的青菜味太重。我自己归纳一下我吃起来的感觉，首先第一点，我们加了很多糖，所以很爽。但第二点就是这个春卷，虽然说它是在吉林夜市在地60年老字号，确实是不错，可是跟我们之前拍过的像文化中心啊，还有成功春卷比起来的话，它的特色我觉得没有到很突出，少了一点惊喜感，但可以理解它应该是在地一个就是这边的居民可能常吃、习惯吃的一个东西啊，还可以的，还不错，可以吃。传统味。上一次我们在拍锅烧面系列的时候啊，遗珠，对，有超多网友说你们都已经来吉林街没吃这一间旺旺，你们羞愧。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决定在吉林街这一次啊，把它给它吃起来。我点的是原味的海鲜锅烧面，很大一碗，这样一碗多少钱？80块。它80块是比我们上次吃的还便宜啊，我觉得它是属于平价款。它除了原味之外啊，其实有非常多口味，什么马奶啊、麻辣啊，跟刚刚什么咖喱、泡菜，通通都有。如果你们想要吃多口味，它这边也选择蛮多的。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基本款的锅烧面。我觉得旺旺这一间呢、它相对我们之前吃的那种很移花的完全不一样，它走的是有点像是家常味，比较朴实，有点早餐店的感觉。跟我们之前吃的那个盐城那一家比较像，里面的蔬菜量给的非常多哎，尤其这个小朋友，我吃这么多家锅烧面啊，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我是没有很喜欢那个小朋友啊，竟然有红萝卜，而且它的菜不是只有单一种哦，它里面还有高丽菜跟小白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学生来吃的话会很满意，还有杏鲍菇，蛮多的。可以理解啦，我觉得以80块来讲，它确实是一个你家常会吃啊。虽然说它的特色没有特别足，但是就是一个我觉得中规中矩，然后汤头还不错的便宜锅烧面。如果我们家住在附近的话，下班会想要吃的锅烧面店，没错，很家常，非常家常。吃完这么多小吃之后呢，总要喝个饮料吧。这间清境茶庄，它在吉林夜市也算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一间饮料店。你看台湾饮料店这么多，在吉林夜市里面居然还有一间这种传统的饮料店可以生存，而且生意最好，你就知道它有它的实力在。刚刚老板娘直接跟我说，他们的 Top One 就是我现在手中的一个观音厚奶。我点的是去冰微糖，我觉得微糖呢有一点点不带劲啊，没有味道，对不对？后来我一查发现啊，他们家被常说的一个 Google 评论就是茶味不够透，因为店家有说他们是冷泡茶。冷泡茶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一般饮料店的热茶这么出味。如果你一般喝厚茶习惯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家的茶叶的味道偏淡，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淡淡的一个茶香味了，还不错。那奶味是蛮够的。所以如果你本来很期待要喝到浓浓的茶味，我觉得他们家的饮料可能就比较没是那么适合你，但是它很适合作为吉林夜市的好伙伴，因为这边的小吃都是什么炸物啊，比较重口味的，这一杯就适合你在逛夜市的时候一起喝，还不错啊。这
间吉林蚵仔煎啊，也是网友鸡推给我的，因为在吉林街上面好像有2到3家非常有名的蚵仔煎。我今天挑选的吉林蚵仔煎啊，它打动我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看它边边，它的蚵仔煎边边都煎到超级酥脆的。我今天点的是蚵仔煎，他们家除了蚵仔煎之外啊，还有虾仁煎啊、跟蟹肉煎，还有综合煎。如果你想要吃综合的，其实它的综合煎也才加10块钱而已。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家的蚵仔。他们家蚵仔是走小巧、短小干练型的。短小干练，可是吃起来非常肥厚哦。它的蚵仔是有 Q 嫩的，我其实觉得蛮新鲜的。东石派系的蚵仔，东石派系跟澎湖派系的蚵仔都是比较小颗的。它祖籍哪里你都知道，你很夸张哎。我猜的。皮，它的脆皮就是这样子，煎到脆脆。因为我一般吃蚵仔煎啊，我不太喜欢整个口感全部都是粉、太白粉的那种感觉，我喜欢边边还有一点点微脆的口感。他们家的这个就符合我很喜欢边边脆脆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种太白粉蚵仔煎，你的边边一定要脆，那是我评断蚵仔煎好不好吃的一个重要依据。整体来说，我觉得蛮好吃的，可惜酱料不是我最有印象的一家，因为它的酱料就是有点类似一般的甜辣酱那种感觉。他们家的酱汁呢，相对丰原的那种花生粉香气很重的，它就少了一个特色点。我觉得它就是少了一个叮。一吃就知道它是哪一家。我觉得蚵仔煎它只要能够做到把边边煎脆，然后里面的蚵仔是新鲜，然后大颗的数量够多的话，就是一个及格分数以上的蚵仔煎。我觉得他们家至少有70分以上。蚵仔很新鲜哦。吉林夜市一定有人会讲到吉林蒸饺，所以你来吉林夜市没吃这一间，你就白来了。我今天点的呢，不是它一般的蒸饺，我点的就是这一个翡翠鲜虾。鲜虾饺。我今天点的呢，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翡翠鲜虾饺。那这个一笼是多少？100。他们家的生意真的非常好。一进来的时候，满满都是人。我一点餐之后啊，没有夸张，不到1分钟，可能不到10秒，我的蒸饺就来了，就是这么迅速。他们家的鲜虾饺啊，一颗都差不多有大拇指大，而且看起来真的很像高级餐厅的饺子，超美的。你知道我刚刚一咬下去啊，它整个爆汁，虽然不像汤包爆的这么夸张，可是以蒸饺来说，它非常的多汁。虾仁是完整一整个在那边一整只，这个很浮夸，韭菜的味道也很浓郁。我很少用 juicy 这2个字来形容蒸饺。我在网络上面其实有看过老板的受访影片，他说他们家的蒸饺啊都是有包那种猪油冻进去，所以一蒸完之后咬下去就会不吃这么多汁，那肉汁会比较丰富。真的，如果你是怕吃韭菜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味道就会相对对你来说有点 heavy。可是我超喜欢，尤其他们家的皮，你不觉得他们家的皮非常的 Q 吗？那么薄，可是很 Q 哎，我觉得非常赞。这一家吉林夜市必吃。吉林夜市的最后一间呢，我们要来吃里里扣扣。这间里里扣扣呢，也是在吉林夜市大家说一定要吃、鸡推必吃的一家老店。据网友表示，这间里里扣扣卤味啊，它吃起来的味道，他是说它可以盲测，他只要一吃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啊，里里扣扣。它跟隔壁的阿亮香鸡排2个根本就是人气王啊，排了一大堆人。我们刚刚这一间也是等了大概10分钟吧，10分钟左右。本来想要再带一块鸡排的，但是实在是人太多了，然后我们也人太饱了。
好不好？啊，别，有吃过阿亮的，你拜托跟我们讲一下，它是不是跟其他的阿亮真的不一样？如果是的话，我们下次就会来补吃起来。今天在哩哩扣扣呢，我们也是简单的点了几样。我刚刚打开的时候有点吓到因为他们家的调味真的是跟一般的卤味调味非常不一样。一打开那个塑胶袋，我就闻到超浓郁的9层塔味道，还有酸菜。我来先吃吃看。我们今天呢，简单点的许先生最喜欢的豆皮、冻豆腐、豆干。听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说，你们到底多爱吃豆？我就超爱吃豆。但最后呢，我们还是有点一个猪耳朵。它猪耳朵分量蛮多的。我们刚刚有偷看一下价钱，我觉得哩哩扣扣家的卤味算是价格蛮实惠的。蛮实惠的，大概都在10块到30块之间，其实不贵。这样一盘90块。它的口味真的跟一般的卤味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家的卤味有一种烤鸭的那个炒鸭骨的味道。哦，对，很特别，就卤味怎么会有一个炒鸭骨的味道？我猜主要是因为它的酸菜跟9层塔还有那个酱料混在一起的关系，其实就会让你有一种炒鸭骨的错觉。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南部的炒鸭骨就是放这几个东西啊，9层塔、酸菜必备，再加一点辣椒，还有一点点甜甜的酱汁味道。哩哩扣扣的卤味，我觉得相对其他家卤味来说，它算是比较偏重口味哦，而且甜口。我觉得算是甜口，其实真正重口味是它那个酱。老板有特别讲说，我打我这边招牌啊，那招牌给谁问你辣椒？那个辣椒真的很特别，长这样。而且辣椒，老板不是啦，我们点90块的卤味，辣椒给这么多是怎样？很夸张刚刚说，我跟你讲会辣哦。哦，真的假的？你不要看它这样看起来好像人畜无害，它很辣哦，会辣哦。它的酱汁也是那种看起来很像导游哥，有没有？一入喉哇，修起来的那种辣人畜无害，看起来人畜无害，但实际上慢慢来，里面是很辣的哦。对，它的辣是一开始让你觉得好像导游哥，结果没有，你一吞下去哇，直接烧起来，然后蒜香味也会在它的辣里面一起来，难怪是他们的招牌，越吃越带劲，再搭上它的辣，对不对？这件好要吃哩哩扣扣，好样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吉林夜市美食之旅。吉林夜市呢，相对其他夜市，虽然它的规模不算特别大，短短一条街汇集了超多家美食名店，你大概每走2步路就碰到一家有够有名的店。如果这次呢没吃到你手头中的爱店呢，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而我自己这一次最喜欢的2家店呢，虾饼王。那个厚厚的虾饼，加上中间每一个扎实的虾肉，真的是有够赞的。第2家店，吉林蒸饺，那个吉林蒸饺的翡翠鲜虾 ，Oh my god， 那个 Q 弹跟多汁，我真的是下一次一定会再去回访，好不好？我自己最喜欢的2家店，第一家是大老 B， 我觉得这一次算是让我有点，我从来没有在台湾的夜市吃到类似这样子港式的一个鸡翅煎，然后还有像是这个三角骨，我觉得那个味道都非常的赞很值得大家去尝鲜试试看。第2间呢，我会给哩哩扣扣哩哩扣扣它的卤味是那种带着那个炒鸭骨的那个味道难怪人家说这间卤味只盲吃都吃得出来，这间是哩哩扣扣的味道。化成灰我也认得。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影片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想看我们去吃哪一区的美食，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See you。每次提到吉林夜市啊，每10个人一定会有1个人提到吉林蒸饺。每10个人一定会有9个人，每10个人只有1个人提到超少的，到底是不是更赞？